世界7大奇迹中唯一现存的大金字塔，为什么存在了4000多年？古埃及人为什么建金字塔？又到底是怎么建的？今天由本女王带大家进入金字塔内部，详细的了解金字塔群的秘密。现在金字塔景区做了全新改造，之前片子很多那个版本再也没有了，开了新的大门，在这里买票。这边还有一个小博物馆，展示古埃及人是用了什么工具建造金字塔。这些工具看得像青铜，其实是铜的一种叫生铜，硬度比铜高很多。中国古代好像在铜里加砒霜做出来生铜。这个是胡夫的太阳泉，在金字塔边上发现的，它是世界上保存的最早的船，用的是黎巴嫩雪松。胡夫派遣了很多商队去现在的黎巴嫩，用铜做的武器换他们的雪松。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，大家说的埃及艳后女王 Cleopatra， 她立金字塔的年代和我们立兵马俑的年代是一样的，所以金字塔对她来说是古迹。我身后就是吉萨金字塔群的全貌，分别是蒙卡拉、哈夫拉和最大的胡夫金字塔。其实整个吉萨金字塔群都是在第4王朝建的。古代这里叫 Memphis， 是古埃及的6朝古都。古埃及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建金字塔呢？因为古埃及人相信金字塔是法老灵魂升天的阶梯，三角形的形状，像是创世神话中第一个露出水面的土堆。很多人好奇金字塔的尖儿去哪儿了，即使在古代就已经丢了，高度怀疑是镀金的。我们从这里看，感觉就是少了一丢丢，其实底部却少了石材有1000多吨的。从这里看会发现哈夫拉金字塔看着比胡夫大金字塔还要高，其实是因为它选的地势比较高。这座金字塔很难得的是，顶部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外壳，用的是白色的石灰岩。玩过这颗星条都知道了，里面的金字塔就是白色的。我们现在走近看看。现在景区有免费的大巴车可以坐，上下很方便。但是我为了方便拍摄，斥巨资了$200租了一辆观光车，换你1键3连不过分吧？这个就是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，它在建成后的3800年里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。很多人来到金字塔说被教科书骗了，因为书上说金字塔的石块之间刀片都插不进去，但是来现场一看，缝隙这么大，其实是误会了。一会儿进去之后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大家都知道金字塔有非常精准的数学计算，神奇的是每一块石头竟然大小都不一样，看到了吗？差距非常大。我觉得这是金字塔最不可思议的地方。金字塔的石材大部分是本地的石灰岩，除了石头，金字塔还用了50万吨的砂浆。古埃及人在制作砂浆的时候，有一些有机物掉进去，通过碳14次定，确定了建造金字塔的年代。看这个地方还保存几块当时的外壳，本来有更多，被小鹰捡走了一部分。有一个著名的理论，一位材料专家说，金字塔的外壳是古埃及人现场浇筑的，属于混凝石。不过现在已经被推翻了，因为这些石材的采石场就是在开罗附近，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。我们现在进到金字塔里面看看。我们现在这个入口是古代的一个盗洞，其实所有的金字塔在古代已经被盗光了，毕竟这么大的坟头对盗墓的诱惑太大了。我用 AR 眼镜给大家体验一下巴耶克的视角。非常多的人认为金字塔有生命能量，能保存食物，能让刀片变得锋利，甚至还能壮阳。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。这个被当初的密室所有资料都叫王后的房间，其实是错误，因为法老不会把王后和自己葬在一起。这个房间大概率是放着法老雕像的，就是象征法老灵魂的雕像。大家看这些石头是不是和书上说的一样，刀片都插不进去的？
所以书上说的其实是金字塔内部。但是在古代，金字塔表面也是严丝合缝的，平均分析小于0.5毫米，只不过现在风化了。我前面就是金字塔的大走廊，这么大的空间，感觉很不合理啊。其实的作用就是分散木石的压力。可以仔细看看石头表面的，所有人都忽略了墙上为什么没有熏黑的痕迹呢？那古埃及人建的时候用什么着迷呢？大家看看这些密密麻麻，到此一游，各种语言都有，就是没有中文。大家猜猜为什么呢？终于进来了，现在法老墓室只剩下一个花岗岩石棺，所有的东西都没了。其实你能看到的所有的材质都是花岗岩，因为花岗岩在第4王朝是最硬的石材。大金字塔从800公里外的阿斯旺一共运了8000吨的花岗岩，非常夸张。仅仅这个墓室的钉就用了3000多吨。猜猜这个洞是干嘛的？现在叫通风井，一直通到金字塔表面。我要出去了，这里太闷了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比金字塔还要神秘的建筑——狮子人面像。去狮子人面像必须要经过哈夫拉的圣庙，它是和哈夫拉的金字塔是一体的。这里是制作法老木乃伊的地方。木乃伊做好后，在这里举行开口仪式，就是用一些工具碰一下木乃伊的各个器官，让它恢复功能。最后一体从这里出发，送到金字塔里。看这些石头和后夫金字塔墓室里是一样的，最终有80吨，来自800公里以外的阿斯旺。古埃及人用铜做的工具在石头上面打洞，把木头塞进去，浇上水之后，这个木头会膨胀，然后石头可以取下来，然后通过手路运过去。但是用这么重的石头，也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经很厉害了。但这些凹错的地方吗？是放哈夫拉的雕像，现在在埃及博物馆放着了。再往前走是狮子人面像，看它的尾巴这么粗。关于狮子人面像的最大的误会就是拿破仑打掉他的鼻子。其实大家冤枉他了，他来之前，狮子人面像的鼻子已经不见了。根据推测，有人用铁棍凿掉的。有一个浪漫的数据，狮子人面像因为面朝太阳，他已经看了100万次日出了。他脚下有一块门字碑，很有意思。上面记载了一个故事：有一天，图图姆斯在狮子人面像附近睡着了，狮子人面像托梦给他，如果把他身边的沙子清理干净，他就能当法老。图图姆斯清理了狮子人面像，后来就做了法老。石碑上面有一个非常炸裂的信息：有2座狮子人面像，而且狮子人面像下面有很多空间。现在证实狮子人面像下面确实有一些通道，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。狮子人面像在埃及被称为尼罗河的护身符，如果有人想得到政府的工作，就会来这里摆一下。看它身上的纹路，能看出来它并不是用开采来的石头做的，是直接在岩石上雕刻出来的。狮子人面像虽然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仔细看，上面竟然还保留了一部分颜色，是红色时的痕迹。有非常多的学者认为，狮子人面像的历史比金字塔还要久，因为觉得它的头比例明显太小了，不符合古埃及人的水平和审美，认为它本来应该是墓地守护神阿努比斯的头，后来被重新雕刻了，所以小很多。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它是哈夫拉建的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让大家对吉萨金字塔群有更多的了解。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来亲自参观一下。我们下次见，太晒了，拜拜。